给 crush 发消息时，不小心把我想睡会发成了我想睡你。宋思年，2分钟后今天吗？能不能等我1个小时？我比完赛就回来。2个小时后，我在宿舍楼下被宋思年堵住，看着我凌乱的衣服和脖子上的可疑痕迹，他红着眼委屈地说：“你是不是背着我找别人了？我一会有个比赛，大概1个小时不能回消息，绝对不是故意不回你。学长比赛加油！我一会回去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？”熬夜做实验的我，此时2眼昏花，根本没看清楚消息，撑着回了最后一句：“我想睡会。”丝毫没有发现自己把我想睡会发成了我想睡你。发完消息，我剩下2个眼皮早已支撑不住，倒头就睡，根本没有听到手机叮叮当当的消息提示音。此时考场上的宋思年脸红得可以滴血，他先是小心翼翼地发消息试探：“什么？你是不是发错了？”看着对方没回，他生怕对方反悔，又接连发了几条消息：“今天吗？去哪里？能不能等我1个小时？我比完赛就回去。”在进考场的最后一刻，他还紧紧盯着手机，生怕错过1条消息：“我现在要进考场了，你一定要等我。”沈之意起来了，林元一声大吼把我喊了起来。我嗯了一声，闭着眼睛拿起旁边的手机。学长给我发信息了，嘿嘿。不急着看内容，先回一句：“学长，我睡醒了。”沈之意赶紧的10趟肥牛米线钱，我是买1送1。什么？我瞬间惊醒手脚，立马爬下床。食堂那家肥牛米线可是出了名的好吃，汤汁浓郁，口感鲜美无比。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价格太贵，买1送1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怎么可以错过？简单用清水洗了把脸，拿起手机一看，居然关机了。我把手机一丢，拉起小圆就往楼下跑。哎，你确定不换1件衣服？你脖子上好几处划痕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干了什么坏事。我挠了挠脖子，不碍事，这晚去买花露水。只顾着跑，都没看路，身体直接撞到一个怀抱。鼻尖充斥着熟悉的气味，我愣住，抬头没事吧？男人温柔地问：“是宋思年，学长好巧啊。”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，落在我脖梗处的痕迹，瞳孔微缩。“你睡过了。”我朝他扬起一个笑，“我还睡得很好。”宋思年先是不可置信，慢慢的有些委屈。“沈之意，你是不是背着我找别人了？糟了，我好像忘记自己跟学长约了饭，现在跟小圆去吃饭，确实算。那个对不起学长，我有点急。”我有些不知所措，余光偷偷看了学长一眼，他好像很生气。宋思年眼尾泛红，嘴角噙着苦涩的笑。“沈之意，你是有多急？1个小时都等不了。”我把头埋得更低了。小圆伸手扯了扯我的袖子，我偷偷瞄了他一眼，我在他眼里看到了肥牛米线。他好像在说：“快走，晚了就没有买1送1了。”我朝他投去一个你放心的眼神，重重点头。“学长，这次真的不行事态，谨记下次我一定让你优先。”所以我是 Plan B。 在宋思年不可思议加受伤的眼神中，我拉着小圆狂奔向食堂，嘿嘿，肥牛米线我来了。沈之意，你为了口吃的连男神都不要了。小圆瞪着我，一脸无奈。我一边吸溜着米线，一边回话：“不是你催着我赶紧走，完了米线就没了吗？”小圆一口气差点没过去：“我是想让你放开我，你跟男生聊天，我去抢米线。”那怎么办？赶紧吃完回去跟你男神道歉。居然为了口米线丢下他一个人，我不好意思吐吐舌头，想到我和宋思年第1次见面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社团组织我们去农村团建。那天宋思年站在大锅前，烟雾中他身材修长挺拔，面部轮廓精致立体。一阵风吹过一股铁锅炖罢了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也悄悄溜进我心里。
世界仿佛安静了，这样的宋思年让我心动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。小袁听着我的话，嘴角微微抽搐。你不知道，那天学长居然把维亚的鹅腿夹给我一只，他好体贴。那天之后，我就加上了学长的微信，每天找各种借口跟他聊天，给他发早安晚安，还暗示他以后参加什么活动都要带上我。小袁忍不住拿筷子敲了我的脑袋。沈之意，你到底是喜欢大鹅还是喜欢学长？我低下头，不好意思笑了笑，喜欢大鹅也喜欢学长。小袁看着面前的肥牛米线，摇了摇头，我看不一定。吃饱喝足，我挽着小袁乐呵呵回宿舍。重新开机，手机叮叮咚咚的消息提示音响个不停。我打开看了一下，全都是来自于学长的微信。之一，我比赛完了，我马上回去找你。之一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之一，我到学校了。之一，你在哪？之一，我在你宿舍楼下啊。我一条条翻看着学长的消息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学长，这是喜欢我？那我还要不要告诉他？我发错了。我挠了挠头，输入又删除，犹豫再三，终于发出一条消息。学长，你的意思是？宋思年的聊天页面一直显示在输入中，直到10分钟后，对方发来一条让我意想不到的消息。对不起，不是本人原号主把账号卖给我了。学长被盗号了，看我被骗了200块。室友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他一脸愤怒。我男朋友的账号被盗了，骗了我200块。对啊，我听说最近很多账号被盗。我沉思片刻，给学长发了最后一条消息。既然这样，那互删吧。考虑到我和学长珍贵的聊天记录，我退出删除，忍痛把他拉黑。这个盗号的人还挺不错的，盗了学长的号还告诉我。此时看着屏幕里红色感叹号的宋思年，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。什么不说，偏偏说被盗号，现在好了，完蛋了。大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学长账号被盗了，那我要怎么跟他道歉啊？可能我动静太大，吵到隔壁的小袁，他敲了敲我的床，我打开手机。你大晚上不睡觉，你有什么呢？是不是在想学长？底下还配了一张嘿嘿嘿的表情包，我忍不住小脸通红，踢了他一脚。学长账号被盗了，我还没给他道歉。这么巧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盗号那个告诉我的，真是个大聪明，你等着。小袁噼里啪啦打字，没一会给我回复了。明天下午3点，学长有篮球赛，到时候去给他加油。搜水道歉一条龙服务。再铁石心肠的人都会原谅你。有道理，明天顺便问问他被盗号的事。小袁看个球赛而已，为什么还要穿什么小白裙啊？我拎着小袁的吊带小白裙，眉头皱得可以夹死一只苍蝇。你还年轻，根本不懂小白裙高马尾的魅力。再夹着嗓子喊一句哥哥就是水泥封心也能融化。我打了个寒战，看了看小袁，再看了看我身前不足2两的肉，果然换上自己的短袖。小袁用如此不可教的表情看着我。我拿着水在观众席伸长脖子，轻易在球场中央看到宋思年。他身穿浅灰色休闲运动装，身姿挺拔修长。他看着我这边笑，我心脏下一时加快，喊加油的声音越发卖力。中场休息，我抱着水朝宋思年跑去，挤出一个甜甜的笑。一只甜甜的哥哥喝水打断了我的话出现了。一个小白裙高马尾女孩跑到宋思年面前，外加甜甜的哥哥，甜的周围人脸脸起哄。我呼吸一滞，死死盯着宋思年拒绝，快拒绝谢谢。宋思年低下仰头喝了大半，从我这个角度还可以看见他的喉结上下滚动，汗珠顺着他的喉结滑入衣襟。我快把宋思年手上的瓶水拎出桶来，心底闷得慌。原来学长也喜欢小白裙高马尾。这一，你怎么来了？宋思年转身，眼神落在我
送水2个字有得很重，说着我把水胡乱塞给旁边的人。宋思年准备接水的动作一顿，眼底的光芒一瞬间暗淡了。他就是昨天那个人，他咬牙切齿盯着许乐。我扭头看着旁边呲着大牙说谢谢的许乐，难怪我看着这么眼熟。昨天这哥们排我们后面，一个人吃了4份米线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对。宋思年脸上闪过一抹受伤的表情，捏着手里的手咯咯作响。我到底还是不甘心，学长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几个字没说出口，就再次被打断。沈志毅，昨天你才找了这家伙，今天又找我，我是什么不值钱的东西吗？宋思年目光猩红，像是在极力隐忍什么。哥哥，你晚上答应陪我吃饭的。小白裙女孩扯着宋思年的衣服撒娇好。宋思年揉了揉他的脑袋，我心底泛起酸涩，看着宋思年无视我的样子，心里越想越气。不是就吃个饭，怎么扯到这上面去了？我又不是没有人陪，谁稀罕？谁稀罕你陪？我有的是人陪我。气鼓鼓朝宋思年好了一句，转身就走。一路上我脑子一片空白，后悔没有穿小白裙，后悔骂人了，更是把盗号的事抛到九霄云外。我终究还是输了。我走后，宋思年瞪了许乐一眼，就把他怀里的水抢了过去。你不渴，这水我就先拿走了。小袁学长果然生气了，他晚上还要陪小白裙甜妹吃饭。我没机会了。我抱着小袁的胳膊大好。小袁一脸嫌弃，拍着我的背，这有什么？还没结婚，你还有机会。有道理，我立马精神了，下次我白裙加白袜。马尾我加2个，看我不迷死他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还是失眠了。我看着黑名单里的大和学长，跟他的聊天记录翻了又翻。都怪那盗号狗，要不是他盗号，我昨晚就跟学长道歉介绍了。越想越气，我把人拿出黑名单，把所有的委屈通通发泄在他身上。盗号狗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不是见不到别人好，有手有脚，什么不做，偏偏学人家盗号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联系不了学长？我现在连跟他聊天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到底有多缺勤啊？谁号不到，偏偏到学长的。聊天页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。我本来计划着想把对方骂个狗血淋头，可是越想越觉得没什么用，语气逐渐窝囊起来。求你了，把学长的号还给他吧，我真的想跟他聊天。哥，你要怎么样才肯把号还回去啊？见对方一直没有回复，我看着只剩300多的余额，咬咬牙给对方转过去200。我只有这么多了，请你把号还给学长吧。超级无敌霹雳盗号大帅哥，求你了！双手合十 JPG。在我连续的彩虹 P 中，盗号大哥终于回消息了。钱就不用了，这人对你很重要吗？居然花钱帮他赎回账号。当然，他在我心目中顶顶重要。好，立刻马上还。我捂着嘴偷偷开心，终于又可以跟学长聊天了。想到白天学长那么凶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：今天学长凶我了。作为惩罚，你能不能晚几天再还给他？对面沉默了几分钟。好，此时躲在被窝里回信息的宋思年，嘴角快翘到天上去。讲到下午在球场凶了人的事，恨不得抽自己2个大嘴巴子，我真该死啊！不过志毅心里还是有我的，我不是 Plan B。自从把学长的微信从黑名单拉出来后，我们都没有聊过天。不知是盗号哥眼红心，还是学长已经忘了我，心里只有小白纯甜美。小袁说过主动就输了，贼一般的女人肯定不能输，我跟小袁再三保证，我绝对不主动，除非学长主
主动跟我说话，脸熟交流也算好。毕竟我可以读懂他的内心旁白。小袁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看你这没出息的样，还没在一起就倒贴200帮人要回微信，要不是人家没要，你今天这糖醋排骨就吃不成了。我眨巴着大眼睛，我这不是乐于助人吗？小袁努了努嘴，诺，你学长对面还有位置坐过去。我一抬头，对上对方幽深的瞳孔，脸刷的红了。不好吧，我扭捏到你差点在宿舍叫老公了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不是还想问大号的事吗？小袁扯着我到学长面前。学长，这有人吗？宋思年摇摇头，我顺利坐到宋思年对面。明明昨天才见过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学长看着确实两眼空空。学长，你账号前段时间不是被盗了吗？要回来没有呀？你账号什么时候被盗？你这几天不是还在宿舍群激情发言吗？学长的朋友一脸疑惑。宋思年脸一红，朝旁边室友瞪了一眼，咬牙肯定道：“这是被盗了。”室友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，难怪平时你那个死高冷静，这几天深夜却在群里发失恋宣言，我还怀疑你被夺舍了。宋思年被室友说的耳朵连带着脸都红得吓人，他眼疾手快夹起盘里的鸡腿塞到室友嘴里，这鸡腿话别太多。我一脸懵的看着面前的一幕，小袁却勾起嘴角，低声跟我说了句：“你这学长就是个诡计多端的男人。”小袁接到辅导员电话，只好提前离开，走时还提醒我长点心。饭吃完，外面开始下起大雨，雨水哗啦啦的打在玻璃窗上，我瞟见学长旁边的雨伞，顿时心生一悸。我起身放好餐盘，随手抓了一个幸运儿。同学，你带伞了吗？没有，那我的给你。我把伞塞到对方怀里，蹑手蹑脚朝学长那边走。学长的室友提前走来，学长站在食堂门口，望着外面的雨，似乎是在等人。见我过来，他不好意思清了清嗓子：“之一，我没带伞，你能不能送我一程？”学长，我忘带伞了，能不能送我回宿舍？两人异口同声，都傻眼了。我看着学长的包，刚刚我明明看见有一把黑色的雨伞的啊。学长看着我手上空空如也，也有些愣神。我刚刚不是看到那个我回头打算找刚刚给出去的那把伞，可为时已晚。远处一把黄色的皮卡丘雨伞正渐行渐远。学长和我面面相觑，两人都不约而同露出懊悔的表情，这下完蛋了。要不坐下聊会天？学长，你那账号到底怎么样回来的？要不还是别聊了，眼见着雨越下越大，食堂的人也走得差不多。宋思年脱下外套过来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我快快走到他旁边，他把衣服举过头顶，这在我头上过来一点，小心淋到了。他低沉的嗓音从头上传出来，带着些许温柔。我小心翼翼朝他靠近，鼻尖闻到他的身上那股淡淡薄荷清香。宋思年的身形很高，这么举高外套，几乎整个将我笼罩起来，让我感觉自己就像被他护在羽翼之下。准备好了吗？我点头，下意识扯着他短袖下摆。走了，宋思迈开长腿，我紧跟着，只觉得耳朵边风呼呼吹过，心跳加速的厉害。雨越下越大，外套挡住了光线，我看不到他脸上是什么表情，却能够清晰感受到他身上的热度。会不会太快？他低声询问，我脚步不停，小声回答：还可以再快一点。不知这句话戳到宋思年哪个点，他突然踉跄一下，我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，生怕他摔倒，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腰。等反应过来后，我的耳根有些发烫，咚咚咚，我听见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。宋思年身子微微一僵，似乎没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来，但随即又放松下来，我没事。宋思年稳住身形，低哑的嗓音中带着笑。我不由松口气，幸亏没摔倒。
出细碎的光影。宋思年眼中闪过异色，喉结轻滚，嗓音沙哑道：“你听错了，快走吧。”回到宿舍楼下，我挥手目送学长离开，手缓缓放在自己胸口，我的心也跳得好快。我拉过小圆的手放在我胸口，小圆，你摸摸我的心是不是在跳？不跳女人就死了，小圆忍不住调侃。小圆，我好像喜欢上学长了。我把手放在胸口，心跳久久不能平复。不跳女人就死了，小圆忍不住重复了一句。不是那种咚咚咚的声音。知道了，你之前不是说过你喜欢大鹅，也喜欢学长吗？我摇头，语气坚定。错了，我喜欢大鹅，但更喜欢学长。小圆眯了眯眼质问我，你是不是跟宋思年做了啥？回想起刚刚跟学长的接触，我不由老脸一红，没啥，就学长送我回宿舍了。你给我长点心，宋思年可是个老狐狸，道号什么的肯定是他自导自演。小心你被吃的渣都不剩。此话怎讲？学长不可能骗我吧？小圆伸手，手机，我双手奉上。小圆一边翻聊天记录，一边啧啧摇头。沈之意，你这个大馋丫头，除了吃其他东西一窍不通。你男神这回复，这急切度，你想睡他，他都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要是他不喜欢你，我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真的，哼。小圆挑眉，不过你当务之急的解决两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第一，那个小白唇甜妹。说到小白唇甜妹，我原本燃起的斗志再次熄灭。如果小白唇甜妹是学长女朋友呢？他们一起吃饭，学长还接了他的水，还揉他脑袋。我越说越没有底气，说不定是道浩哥可怜我才那么发的。小圆摸着下巴，一副思考状。根据我多年看小说的经验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聊到这里，我突然收到学长的消息，J.E. 周末社团组织去山上露营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去，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。刚好趁这次机会问清楚学长跟甜妹的关系。要是他有对象，我这当断则断，不能做感情的奴隶。做好决定，我早就忘了问小圆，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了？周末阳光明媚，我穿上小白裙双马尾，还提前几天练习了怎么夹着叫哥哥，差点没被宿舍除名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这次我沈之意绝对不能输。嘿，沈之意，肩膀被人拍了拍。我一扭头，眼前出现两排大白牙，是那个4碗米线哥。嗨，又见面了，我尴尬朝他打招呼。是啊，我打听了好久才知道你名字，我叫许乐。他上下看了我一眼，咧嘴笑着说：“你今天穿的可真好看。”我敷衍的点头，时不时扭头去找宋思年。看到他朝我走过来时，我紧张地攥着裙角。他会喜欢吧？宋思年过来后，皱着眉瞥了一眼许乐，挤在我和许乐中间，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裙子上。你打算穿这裙子去露营，对好看吗？我面露期待看着他，不怎么样，他淡漠地回答哦。我双应声，低下脑袋，手指揪着衣角，有些委屈。原来不是谁穿小白裙他都喜欢。谁说的？我就觉得很好看啊。许乐探出脑袋朝我笑了笑。宋思年不屑地哼了一声，好看有什么用？穿这样怎么爬山？我的心顿时沉到谷底，光想着要在学长面前表现，都忘记爬上穿裙子不方便。这有什么？许乐放下包，脱下外套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已经走到我面前，把外套系在我腰上。我怔了一瞬，立刻红着脸把身体往后缩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一会你走我前面，我帮你看着点。许乐朝我挑了挑眉，
示意我放心。谢谢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宋思年的脸瞬间黑透，眼睛里燃烧起怒火。客气什么，还要感谢你上次给我送水。虽然他眼睛不经意看向宋思年，虽然什么准备好就出发了。宋思年冷漠的声音打断了我们俩的对话。哥哥，这里。宋思年脸上的冷漠被温柔取代，来了。又是那个女孩，没想到陆英学长还把人带过来。我向许乐打听，那个女孩你认识吗？那个啊，宋思年家属。原来是家属，我全程心不在焉。许乐走在我身后，时不时探出脑袋跟我说话，拿个尾巴草挠我痒痒。怎么不开心？我摇头看着前面，宋思年小心地牵着女孩的手，一路走一路说说笑笑，有些羡慕。要是学长牵着的事，我有多好啊？我摇了摇脑袋，沈之意你说过了，搞清楚就不可能做感情的奴隶。跟漂亮妹妹抢男人算什么？我发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离学长远远的。上山的路上有一段路很陡，有一部分男同学先上去，然后再一个个把人拉过去。原本前面的是另外一个学长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时就换成了宋思年。他朝我伸手，我看着他的手，想到刚刚这只手牵过别人，犹豫片刻，我后退了2步。这一上来，宋思年催促道。我摇头，后脑门撞到一个胸膛，是许乐。我看着他，又看了看宋思年，牵着宋思年的手就跨了过去。谢谢学长，只有我来照顾就好。说着他朝我伸出手，我拉着他的手过去，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，好像有人盯着我似的。我叹了口气，弯着腰缓慢行走。突然我觉得背后一轻，回头才发现许乐直接提起我背后的包。是不是包太重了？我帮你拿。他自然地取下我背上的包，又神秘兮兮朝我靠近。那附近一片柿子林，柿子味道好吃得不得了，一会我带你去摘。想到柿子，我立刻精神了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男人没有可以再找，吃饱最重要。我笑嘻嘻点头。许乐见我馋的模样，嘴角偷偷勾了勾。沈之一走，许乐用口型提醒我。我放下包，准备跟他去摘柿子，结果却被宋思年叫住。之一你去哪？一个人别乱跑，危险。许乐挡到我面前，学长不是一个人，之一还有我。许乐冲我眨眨眼，我立刻心领神会，拉住许乐的袖子，学长，我们去就会。宋思年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我和许乐牵在一起的手上，他脸色更加难看了。许月城不欺我，果然有好大一片柿子林。我还没从震惊中反应过来，他手脚并用爬上树了。黑之一接着，我刚抬头，许乐就往下给我丢柿子，我笑着一一接过。等怀里抱着满满一堆柿子时，我才想起一个问题。这柿子林一模一样，一看就是人家种的。我朝许乐大喊，许乐，这柿子看起来像是人家种的，我们直接摘可以吗？许乐从树上跳下来，食指放在我的唇上，嘘，你会被人抓了。那我们岂不是在偷东西？许乐接过我手里那一朵柿子，拉着我就跑。风声呼啸而过，心脏因刺激而剧烈的跳动。许乐的声音清晰响在耳边，跑。跑到营地时，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。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跟许乐对视的瞬间，两人一起笑了。怎么样，自己不？许乐递给我一瓶水，我咕噜咕噜喝完一整罐，才觉得稍微好了些。我点了点头，其实我都看到了。离开时，许乐在树上绑了200块。吃着香甜软糯的柿子，被许乐的笑话逗得咯咯笑。许乐坐在地上休息，他的头发凌乱地贴在我头上，阳光落在他脸庞上，有一丝耀眼。学长什么的都过去了，其实认识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挺好，早上的难过情绪瞬间一扫而空。吃饭了，
学长煮了海鲜大餐。搭完帐篷早已饥肠辘辘，我立刻跑过去。哇塞，真香，不愧是学长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肚子咕噜咕噜叫了起来。筷子刚朝那盘海鲜伸过去的时候，被宋思年打掉。你不能吃。宋思年说着，把海鲜端到离我最远的甜妹面前。为什么？我有些委屈。你刚刚吃了太多柿子了，吃海鲜会，不吃就不吃，我们吃鸡翅。许乐打断学长的话，把鸡翅端到我面前。面对香气四溢的蒜香鸡翅，我居然有些提不起兴趣，感觉味同嚼蜡。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争馒头争口气。我吃饱了，我站起来，柿子吃多了，我饱了。我朝宋思年哼了一声，扭头钻进自己帐篷，躲在被子里，一边给小圆发信息，一边掉小珍珠。小圆学长有女朋友了。小圆，我好难过，明明鸡翅那么好吃，可是我一点都吃不下去。小圆，我是不是要完了？突然觉得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学长。可是我没机会了。发泄完，我盯着屏幕看着小圆的消息。沈之意，你脑袋痒不痒？要不要挠一挠？什么？我很爱干净的不痒，不痒你怎么常恋爱脑了？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，好好玩，接手上大把资源，到时候给你找个更好的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还来不及伤心，外面有人喊我之意。我探出脑袋，就看见许乐拿着巧克力和零食，跟献宝似的递给我。都怪我忘了柿子不能跟海鲜一起吃，让你少吃了那么多好东西。给你拿点零食补充一下你。谢谢。我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学长不是故意不让我吃，心里顿时好受了许多。他指了指天，要不要一起去看星星？这里的星星很漂亮哦。好跟许乐往外走时，两人毫无察觉，身后被一抹修长的身影尾随。越往高处走，天上的星星越璀璨。许乐突然指着天空，只一看北斗七星，我看向许乐所指方向，果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几颗闪亮星辰，它们排列在空中，散发着幽暗明亮温柔的光芒。啊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北斗七星。许乐找了块干净的石头，脱下外套让我坐下。之一，其实我找你出来是有话想跟你说。许乐犹豫了一会，似乎鼓足勇气看着我的眼睛，认真道：之一，我喜欢你。我一听傻了，愣愣看着他，半晌说不出话。我们这才见过几次面，怎么就喜欢上我了？许乐脸红得像番茄，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双手握成拳，紧张又期待。我知道我们刚认识不久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脑袋里乱糟糟一团，就在我想着应该怎么回答他时，背后突兀响起一声等一下，是宋思年。他注意到我在看他，眼神有些躲闪，说话还带着点结巴。呵呵，好巧啊，居然在这里碰到你们。不用误会，我就是碰巧路过，不小心听到，绝对不是故意打扰。宋思年越说耳根越红。学长，你打扰到我表白了，能不能走远点？许乐不客气的赶人。我打扰到你们了，应该没有吧？不介意我留下来听听吧？宋思年看着我试探道。许乐眉头微蹙，介意？学长你没事就先走开。我有事，我找之一有事。宋思年走近，试图把我跟许可分开，可惜石头太小，他没挤上来。许乐舔了舔后槽牙，阻止宋思年捣乱的动作。学长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，你能不能先走，等我说完？宋思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说着过来牵起我的手。有道理，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。许乐眼疾手快地拉住我另外一只手。
宋思年，别以为我叫你一声学长，你就在这里蹬鼻子上脸放手。我被两人这么拉着，走也不是，停也不是。宋思年丝毫不示弱，该放手的应该是你，不是说凡事讲究先来后到吗？是我先喜欢的之意，你有什么资格先表白？宋思年，你早干嘛去了？别像个开屏的孔雀似的。许乐气势汹汹。宋思年冷嗤一声，你管我开不开屏？虽然我是 Plan B， 但也不见得我会输。什么 Plan B？ 两人剑拔弩张，眼瞅着就要动起手。我连忙拦住他问：等等，你们俩都闭嘴！学长，我跟许乐有话说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？非走不可，我点头。宋思年眼底闪过一丝失落，但他还是顺从的转身，慢吞吞移动1步3回头。等看不见人，我才回归正题。许乐，谢谢你的喜欢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虽然我们只见过几次面，但我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。许乐笑了笑，似乎不意外我的回答。明白了，那我就全当你让我从朋友做起。若是哪天哪个不长眼的让你不高兴，你来找我，我永远是你的后盾。他这句话说到最后，还特意提高了音量，朝不远处的草丛瞥了一眼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估计某人有事找你。许乐走后，宋思年从后面的草丛钻了出来，笑得像只偷腥得逞的猫。他3指指天，我绝对不是偷听，我就是担心他对你图谋不轨，才在后面保护你。学长，刚刚你说喜欢我是认真的。宋思年认真点头，当然。我皱了皱眉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没好气开口，学长，虽然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得不说你也太渣了吧。宋思年被我说得一愣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沈之意就算再喜欢你，也不会给你做小三。而且你女朋友那么好看，那么可爱，你怎么忍心那么对她的？我气鼓鼓瞪着宋思年。什么女朋友？我没有女朋友。宋思年急得满头大汗。就今天在你旁边的女孩，她那天还过来给你送水了。宋思年笑眯眯凑过来，将怀里的衣服递给我。我看你穿裙子不方便，找我妹拿衣服给你。今天你一直跟某人待在一起，我都没机会给你。我接过衣服，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你妹。宋思年嘴角的笑意都快压不住，对我没亲妹。我现在脑子像浆糊，随许乐说的家属是妹妹的意思，太尴尬了。我现在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。宋思年盯着我的目光过分炽热，让我有些招架不住。所以之意，我能不能理解为你是在吃醋？宋思年的笑容更灿烂了，没有不是，无知无道。宋思年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眼中的爱意快要溢出来。之意，你刚刚说你喜欢我。我抽出手，转移话题。等一下，我还没问清楚，你刚刚说什么 Plan B？ 说到这，宋思年顿时有些委屈。之前你发信息说想睡我，我想着快点见到你，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把卷子写完了。没想到你居然背着我找了许乐，还说什么下次再约我。篮球场那次，我以为你来给我送水，没想到还是给了许乐。我不是你的 Plan B 是什么？说完，宋思年还不忘补充一句，就算是 Plan B 我也可以等等。听到宋思年说的种种，我忍不住扑哧一笑。没想到这事闹了这么大的乌龙。我不好意思挠挠头，学长，我跟许乐只在食堂吃面的时候见过。送水是因为你接了别人的水，我随手塞给他的。宋思年的眼睛瞬间亮了，所以我才是你的第一选择，对不对？我脸颊一烫，没有否认。所以学长，你的号是不是也没有被盗？我试探性的开口问。他没吭声，只是静默地望着我，那目光太灼热，仿佛有火在里面燃烧。我低下头，脸红的几乎滴出血来。你为我做的我都知道的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换一个星球生活。真意，我喜欢你，很喜欢你。请问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
思年认真看着我黑曜石般的眸子，深邃迷离。我紧张的差点忘记呼吸，心跳声反复将我淹没。宋思年耐心等待，紧张而又期待地望着我。拧头的瞬间，我被一把拽入怀抱，熟悉的温度和味道令我心跳加速。宋思年抱得紧紧的，仿佛害怕失去一样。他低下头，凑近了一分，唇与唇相触的一刹那，我脑海中嗡的一声，像有千万只蜜蜂在飞，又像有什么东西轰隆隆在炸，脑袋里空白一片，眼睛真的老大。这一刻，我突然理解那句土味情话：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心里。突击检查，你在干嘛？小袁深夜发来消息，在亲嘴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那你先亲。不是什么亲嘴，沈之意，你在亲谁的嘴？快住嘴！告诉我，是不是宋思年逼你的？没有自愿的。好，沈之意，你出戏了，明天你最好一五一十跟我交代清楚，否则从宿舍除名。前半夜我担心，然后宋思年给我打电话，听到我睡不着，用第一炮在我耳边讲了一个晚上的童话故事，声音低沉悦耳，像一根羽毛划过我心间一样的。那天晚上我做了春梦，做梦对象自然是宋思年。他在床榻上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名字，吻我的额头、鼻翼、唇瓣，一遍又一遍，让我沦陷其中无法自拔。早上醒来，我红着脸回味着昨晚的梦。宋思年妹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宋思思。她看见我，抱着我的胳膊，甜甜喊了句嫂子。觉得小袁说的对，不仅男人喜欢甜美，我也爱上了。小袁好像也长恋爱脑了。他说自己好像听见死对头的心声，说他想推倒他。我不懂，小袁说的第二个问题终究是来了。某天，宋思年给我发信息：宝宝，你之前不是说的想睡我，现在还想吗？特别想找个周末把这件事解决一下吧。那你周末什么时候有空？你想要什么时间？全部。我的心脏猛烈撞击了2下，全要他受得了吗？事实证明他受得了，我受不了。番外宋思年视角。社团活动上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。中午准备做铁锅炖大鹅，其他人都躲着拔毛，只有他自告奋勇的帮忙。那是我见过剥得最干净的一只鹅。开始做饭时，他也不闲着，到处去捡柴。他说柴火够了，学长才可以安心做饭。他真的很贴心，做饭时很多人都假装过来帮忙，实则是找我聊天。只有他远远地看着，眼睛水灵灵的，像会说话似的，很可爱。那天大鹅上桌时，我第一次有了私心，把藏在最底下的一只鹅腿夹给了他。他嘴巴鼓鼓的，像小仓鼠吃完后。我还特别想摸摸他的脑袋，要是她是我女朋友就好了，我愿意给她做一辈子饭。后来他主动加了我微信，我才知道他的名字那么好听，叫沈之意。新婚之夜不小心打开妻子的微信，我才知道这么多年他一直给我的备注都是大我学长番外许了视角。因为3个东西，我喜欢上了沈之意。我这辈子都没想到，一碗肥牛米线居然可以有那么多形容词，什么香气扑鼻、细腻柔软、入口绵长。那成语个个从他嘴里蹦出来，勾得我吃了4碗。我这人比较冷漠，一般女生给我送水都被我无情拒绝，可沈之意问都没问就把水塞我手里，而且这水在我手上停留不到1分钟，又被某人抢走了。我第一次那么想要一瓶水，也第一次那么想知道一个女孩的名字。因为大暴雨被困在食堂，还是同样的方式。他再次把伞塞到我怀里，虽然黄色的皮卡丘雨伞很丑，
但它的主人好可爱。这次我终于知道它的名字沈之意。虽然被拒绝了，但它幸福就够了。